这是什么情况？这是不是给国庆献礼呀？9月29日，全球最大的锂电池生产商宁德时代工厂突发火灾，现场浓烟滚滚，几十公里外都能看到工厂的黑烟。还得是宁德时代，火灾献礼的时间非常长，从29日上午11点开始烧，一直烧到了30日上午，差不多烧了1天1夜。再坚持一下，就到了10月1日了。锂电池烧起来真的六亲不认，烧起来很难扑灭。现场有大量消防人员救火，可是呢，没有任何办法。一般火灾不会烧那么久，这应该是锂电池独有的3味真火，普通水灭不了，只能安静地等它烧成渣渣。起火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特殊，是宁德时代 C 基地，是宁德时代核心的电池工厂之一，所生产的电池提供给包括特斯拉在内的多家新能源车企，面积大概约 1.5万平方米。而且这个工厂 Z 基地于2019年9月开始建设，包括电芯工厂、模组 pack 工厂和喷涂工厂，属于全球首个锂电长液灯塔工厂。也就说，可以算最牛逼的那个工厂就这样报销了。有网友表示，政府大领导亲自指挥，坐镇现场，这就有点尴尬了。这么爱看现场表演，这次火灾烧毁的是宁德时代最高端的一个工厂。有知情人士表示，宁德时代对这个最顶尖的工厂寄予厚望，可是就这样报销了，这里陷的确实有点大了。不过，在股市暴涨的声音中，并没有得到多少的关注。事后，宁德时代表示问题不大。那肯定不大了，首个灯塔工厂就这样没了，而且是烧了又燃了，燃了又烧了，最后渣都没有的，烧了10几个小时。可见现在的锂电池自然是多么的恐怖，连制造商都没有办法扑灭，相当于自己生的崽，管不了哦。烧起来就是六亲不认，这似乎也验证了之前宁德时代老总曾毓群在2024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做出的呼吁：安全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当前市场上绝大部分电池的安全系数远远不够，很多产品号称安全失效率达到 ppm 级别，即安全失效率为100万分之一，但是实际上它们的安全失效率是在万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的水平。当前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超过2500万辆，所搭载的电芯数量已经达到数十亿个。如果把电芯数量乘以安全失效率，安全风险是可想而知的。9月1日说的，9月29日就烧了，真的是大嘴巴，应该学一下比亚迪的王传福，直接把自然从字典里面删除，直接 delete 掉。与此同时，比亚迪在9月29日也搞了个大动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公告显示，自今年9月30日起，比亚迪汽车工业有限公司召回2023年2月4日至12月26日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海豚元 Plus 电动汽车，共计87762辆。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召回2022年11月2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元 Plus 电动汽车，共计8952辆。这在网上一下子就炸了，有很多人对此的看法可以称得上是天真。始终是包不住火的，有一天它会集中爆发出来。某国产新能源品牌一下子召回了10万台车，当初你们不听劝，你们偏要冲。我说过多少次了，这些老头的车型忍一忍，不要去消费。你花10多万你就买一个老头爹来供着干什么？你好好的买一台燃油车开着不香吗？现在倒好，你看看10万台呀。为什么我说市面上经常发生这种起火自燃等等事故，好像也没有把自燃这2个字从字典中抹去啊？现在他们说是设计切线，然后召回免费更换，还冠冕堂皇的说这是社会的责任，这是担当，毛线呀，这分明就是设计切线。我要说呀，你敢不敢的话，赚了这么多钱对吧，卖出去这么多货，这些车主你都给他原价退了，然后全部当废铁给销毁了，这妥妥的就是废品嘛。你也看到了，这起事故闹出来还是比较大的，国产应该是第一次这种大面积的召回，特别是在电车上面。现在手里面有这些车的人，我感觉你也在心惊胆战吧。真的是想得美呀！比亚迪虽然是良心坏，但是他又不傻呀。
这次召回的10万辆汽车，实际不是召回汽车，而是在召回人，就是召回那些车主，让那些车主开车自己到 4S 店售后去，然后比亚迪给你加个垫片就完事了。还尽享那些美事，什么又要换车了，比亚迪收回缺陷车辆报废，给你现金买别的车型，真的是美的大鼻涕冒泡泡。新能源车买了就是个绿油油的韭菜，买之前你是爹，买之后你就得任人宰割了。那么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具体的召回到底说了什么。有汽车行业内部人士表示，首先召回是所有质量问题当中最严重的一个处理等级，一般会涉及到这个什么安全呐、这个起火呀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后啊，它才会被召回。如果是一般的小问题，它可能是不会被召回的。这是第二个问题。那这个电动助力坏了到底严不严重？那我看到通告里面讲说有起火的风险，然后并且甚至有这个安全隐患。起火其实呢，这个倒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它的这个电动助力是一个12伏的电源，是一个低压电。那么低压电的这个回路里面出现短路以后，它是会有冒烟甚至起火，但是这个速度非常的缓慢，那人还是有时间去逃生。那更为严重的是什么？是它的这个电动助力失效。那比如说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你的这个电动助力失效以后，它的这个电动助力就会变重啊。如果说它是时断，然后时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那就可能会导致我方向盘这个一会儿重一会儿轻，一会儿重一会儿轻，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它极有可能会出现碰撞的这样的事故。那这个我认为可能是更加严重的一个后果。一般在做这种风险评估或者后果评估的时候，一般是要按照最严重的等级去评估。那我认为在这个电动失效的这个所有的后果里面，这个转向失效应该是最严重的后果之一。那么第三个问题，这个原因是什么？那我看到通告里面也有提到，说是转向助力的电路板里面的一个电容在生产的时候，由于受到挤压导致了这样的一个损坏。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比亚迪以及它的这个供应商体系里面，在这个线上管理上面呢，还是存在一些不足。那我相信经过这件事情以后，他们肯定在这方面会有所补强。那么相比于这些比亚迪也好，相比于这些电动车的这些企业也好，那些传统车企，比如说像东风日产，在这方面呢可能会更加的优秀一点。为什么这样讲？你比如说像东风日产，它的这个轩逸啊，这么多年它的这个电动助力，至少说到目前为止，我是没有听说过有这个召回的情况。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一方面是日产它在这个产品的可靠性方面要求是更高的，另外一个日产它在质量体系，然后这个包括供应商里面也都是选择的那种国际大厂。那大厂它造出的这些可靠性呀，然后品质啊，现场管理啊，生产技术啊，这方面肯定是更胜一筹，因此来说它的质量相对来讲是会更加的稳定。那当然也并不是说有了这一系列的这种优势以后它就不会出问题，而只是说这个概率会更低。从来没有任何人敢说这个车辆或者某一个车企它不会出任何质量问题，只是一个概率的问题，概率更小而已。22年比亚迪驱逐舰05啊，刚2年车龄，底盘大面积生锈啊，包括这个羊角、下摆臂、半轴都很明显生锈啊。这块是元宝梁这块也是生锈比较明显啊，还有这个车身底板这块都有明显生锈啊。咱们在这里没有任何喷国产车的意思啊，只不过是看到啥情况咱们就给大伙儿说啥情况啊。这块生锈特别明显啊，好多人说了是铁的就生锈啊，包括这面也生锈了，但是我见过10年8年的车真的不怎么生锈啊，确实有人防腐做得好啊，我就具体不说是啥车了。这个底板这一块有喷涂啊，没什么生锈，包括排气管上边有单薄的隔热瓦也都给你做了啊，中间这个是电池包，再往后这个是这个扭力梁这块也生锈了啊。这个就是一个底盘的整体，上面这个底板这块喷涂做的还行，没生锈。油箱是铁的，刚才拿吸铁石吸过了，油箱上有喷涂颗粒啊。再往后走，这块是纵梁后尾板这块明显生锈啊。大家有没有比亚迪车主啊？咱们的车生不生锈啊？月份在东风比亚迪4S店，试驾时出了事故，回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车逆行掉头躲他的时候撞到路边的绿化带上，帽子叔叔就判我的全责。你跟那台车没有直接刮擦？没有，4S店嘛，现在就是起诉我了嘛，让我赔偿修车费13.5万多嘛。比亚迪秦呢？这不是一共也不过才13万，这车报废了，应该是吧？记录仪、影像你能不能拿得到？我感觉他不会给我吧。当时试驾的时候签试驾协议了吗？他给我
我哥签了，没给我签。你们当时几个人在试驾？3个人嘛。还有谁？另外一个我准备回去嘛，安全员我说你开吧，他说我开就行。我按原来的路线开回去，然后他就讲让我超额进入嘛，然后出了事故。安全员坐在车上的是吗？对对对。你这个过程当中有闯红灯的行为吗？没有没有。有超速的行为吗？80多，应该是超速吧。超了多少？没有了解。对方试驾车为什么不启用保险？不知道，想让我赔这个钱。你找律师了吗？找了，就是说看情况吧，尽量找赔点钱。你这件事情你不可能担全责，但是你肯定要赔。首先第一个，试驾车必须有保险，保险出现了出险的行为，你又没有签试驾协议，他拒绝的理由是什么？追诉你的是车辆损失，还是车辆报废，还是车辆贬值等多方面的钱加起来是13万。第二个，正常情况下，你是一个商品试驾车发生的事故，首先是要通过你的保险来进行理赔这台车辆的。那么至于如果说你是有主观超速行为，对方试驾人员也多次提醒你，你还超速，而且你又主观绕路的，那么这种前提下，你是造成这起事故的主观原因，那你要承担这个车辆报废之后保险理赔导致的差价，你要按照比例来进行理赔。如果说你刚才跟我说的没有假话，那么交通意外事故就应该通过交通意外事故对方的买的车损险来进行理赔。理赔完之后，如果说存在于差额，按照这起交通事故的整个责任的划分，然后你和 4S 店分别承担多少责任。这里面的责任划分，第一个，对方没有让你签试驾协议；第二个，对方车上有试驾陪同人员明知道你没有钱还让你开；第三个，离开原来规定线路；第四个，你超速了；第五个，对方有车辆掉头。5方面原因一平均，你的责任是不是很低了？你最后所要争的，你的超速是不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一个主观的原因？而且这个超速行为是不是你主观想发生的？现在的法院判下来的案例当中，你这种类似的案件有好几个，我给你找一个吧。江西萍乡的中级人民法院判的张某甲诉泸溪民顺新能源有限公司，这都是公开审理案件，是可以查得到的。你把这个案例看一下。好。再见。当这个倒霉蛋说比亚迪应该不会给他行车记录仪的时候，我真的绷不住了。出了事故之后就要赔偿整个车价，这比亚迪对试驾的准车主真的太狠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倒霉蛋说谎了，正常情况不会一下子就起诉的。还有可能是他撞的这个绿化带比较值钱，加上车子的赔偿就13万了。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意见。今天影片就到这里，谢谢观看，麻烦点赞订阅一下哦，谢谢。Koenigsegg, Lamborghini, Maserati, Mercedes-Benz, Mitsubishi 自動車 Alfa Romeo, Aston Martin, Abarth, Audi, Bentley, BMW, Bugatti, McLaren, Pagani. Softlack